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这期视频是暗黑4第4赛季暗影召唤死灵的通关宝典。这一玩法在本赛季的强度颇高，特色呢是兼顾了狂潮、噩梦地下城以及深坑的速刷和冲城。常态情况下，冲城强度应该在110到115左右，速刷90层深坑的话需要3到5分钟。如果计入赛季专属的霹雳药水的话，它就是当前赛季最强的冲城玩法。这个药水呢，可以在赛季模式下由我们击杀精英掉落，也可以在药水商人这里拿地狱古币合成。它的实际效果是击杀怪物之后会对周围释放一圈光剑。药水的输出呢受怪物等级和触发者的独立增伤影响，召唤物触发药水也会享受召唤物的增伤。由于死灵本来就会堆积大量的召唤物伤害，导致我们的傀儡在触发药水的时候伤害会是其他职业的10倍甚至9倍，全部命中的话一轮打出1000亿伤害都是可能的。但纯粹依赖药水不知道机制的话，你很可能会出现刷80层2分钟进度，然后打单体 BOSS 得花3到4分钟的情况。所以我们先说明一下暗影召唤的主要机制。那除了不需要操作的各种独立增伤之外，暗影召唤最大的2个增伤来源分别是枯萎威能和肉食者传奇节点。我们使用暗影伤害攻击敌人会触发暗影凋零被动，这个被动在触发10次之后就会触发枯萎威能，给我们提供长达6秒最低 120% 的独立增伤。而我们战斗中触发暗影伤害的主要方式就是暗金戒指亵渎天性自动释放的暗影邪爆，释放邪爆还会消耗尸体，而消耗尸体呢又会触发肉食者传奇节点，从而为我们额外再提供 40% 的独立增伤。在刷深坑和噩梦地下城的进度阶段，我们的输出循环一般是血雾进闯，血雾产生的尸体会被暗金戒指用来释放卷须和邪爆，卷须把小怪拉过来之后，枯萎叠的就非常快了。这时候呢，你再对聚好的怪堆按一下傀儡，大哥就上去把怪物全拍死了。而到了 BOSS 战阶段，如果你戒指的特效不是1秒的话，那么叠肉食者和枯萎的速度都会变慢很多，这时候就需要适当的手动按一按邪爆以及手动拉卷须来触发血脉掌握了。在满级之后，我们的主要输出就是傀儡大哥，后期的傀儡呢一定要选择鲜血傀儡的右强化，这一个强化可以让傀儡的输出提升 50%， 包括傀儡的普攻和它的技能输出。我们手动释放鲜血傀儡的时候，它会进入不可阻挡的状态，前往我们鼠标的位置，然后释放一次强而有力的生命吸取。这个技能的范围很大，而且对纯单体的伤害会翻3倍。我带双手武器打莉莉丝，一口可以吸6亿，叠满了枯萎肉食，然后手动卷须，傀儡基本上就可以秒到8到90层的精英了。不过呢，鲜血傀儡本身的技能冷却比较长，最好保证自己的戒指有了傀儡激活冷却再去使用这一傀儡为好。而除了日用必带的亵渎天性外，暗影召唤死灵还可以装备的暗金呢，就是裤子部位的骄狂和头部的军帽了。因为鲜血傀儡的吸血可以为我们回血，所以带骄狂的情况下，我们刷深坑傀儡吸一口，我们就能满护盾了，相当于是血量上限加了 80%。我在骄狂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挨一下90层的莉莉丝技能不死，如果带盾的话呢，100层的也能挨一下。除了傀儡之外，我们还能利用镰刀的灭回采血者威能来获得额外的回复，在狂潮逛街的时候效果也很不错。骄狂和亵渎天性一样，对死灵来说只看特效有没有满和生命高不高，大师的强化也全部优先选生命就好了。除了骄狂之外，还能装备的就是军帽了，它对我们的帮助是额外20的减伤，以及4级技能加快血雾和卷须的循环。军帽呢是一个稀有暗金，你要么刷都瑞尔和安达利尔调，要么就是拿4个火花去药剂师那里再花5000万金币合成。火花是可以靠拆其他的稀有暗金，或者是赛季见小号刷铁狼的声望版。我的军帽呢就是制作出来的，军帽的大师强化优先冷却，其次生命。那接下来呢是100级情况下各部位的装备词缀推荐，具体的构筑呢可以参考屏幕中这2套，有军帽的话你就抄第2套，没有军帽的话抄第1套。在满级的情况下，我们的装备词缀的主要变化点为项链，因为死灵的邪性领袖传奇叠点一共需要100%的仆从攻速来满额增伤，而仆从本身是会100%继承我们的攻速、爆伤这些基础词缀的，所以呢，需要我们的角色攻速加仆从攻速达到 55%， 再配合狂乱王者的 45% 才能达成。而在装备没有强矿的情况下，前期我们需要在项链补充1条攻速，才能满足这个最大增伤的需求。移速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前期我们的项链没移速是很难达成200%的满速的。中后期呢，我们找一个太古的移速鞋，回火到移速之后强化到8到9级，就能配合被动实现战斗状态的200%移速了。所以开荒阶段我的项链推荐是攻速、移速还有冷面指挥官。100级之后呢，项链的推荐词缀改为冷面指挥官、太古，然后出被动伤害增效和百分比治理。
回火的话，看你的个人喜好来选择。我推荐的话呢是血雾冷却，或者是血雾持续加傀儡伤害。你如果要全力输出的话，也可以选择傀儡冷却加傀儡伤害。如果没有回火到傀儡伤害的话，那么召唤伤害也是能用的。大师强化呢，肯定是优先冷面指挥官的，这个被动会在我们靠近召唤物的时候提供增伤，具体的范围可以参考屏幕中的这个图，你站在这个范围内，傀儡才能最大化伤害。鞋子的词缀前面我也提到过了，后期的死灵是一定要找一个有太古词缀的移速鞋的，另外2条词缀就比较随意了，智力、生命的收益是比较稳定的，如果你的护甲不够，就把其中的一个换成护甲。因为死灵是一个智力职业，等级到了本身可以从智力中获得较多的全抗，满级情况下我们达成全抗 70% 之后，还能在手势上插一个骷髅来获得额外的护甲，配合我们的被动，后期身上只要有1条护甲词缀就能达成9230的护甲，吃到最大的减伤。之后你再堆护甲就没有任何的收益了，不如堆血量、智力。鞋子的回火呢，选择移速和技能范围，大师的强化选择移速就好了。这一个技能范围可以是卷虚，也可以是衰老。我的建议是鞋、手和胸甲3个部位加起来出2条卷虚范围和1条衰老范围，因为裤子和头盔我们后期可能会换暗金。头盔的词缀建议是智力、生命和冷却，因为后期我们可能换军帽，所以我不建议你在头部找护甲词缀。回火呢，选择血雾冷却或者血雾持续，以及衰老或者卷虚的技能范围。我个人推荐是身上只出1条血雾的冷却，然后剩下全部选血雾持续时间，因为在血雾状态，我们每秒钟可以产生1具尸体，持续时间久一点，刷 CD 也安全一点。注意，爆炸血雾这个威能，不管你出多少条血雾持续，它都是只能触发3次施暴，刷3次冷却的，所以在后期基本上我们是不带这个威能的。胸甲的词缀优先是太古的傀儡精通，满足这个词条之后就是智力、生命、护甲任选了。回火呢也和头盔一样是血雾相关加技能范围，强化呢也是优先傀儡精通为主。2级的傀儡精通在12级的情况下，强化命中1、2、3次分别是4、5、6级。太古的3级傀儡精通则是5、6、7级。这个精通对我们的等级提升是非常大的，如果你有条件的话，最好保证至少命中2次。手套的词缀就根据情况来决定，攻速和暴击几率是刚需的，第3条词缀看你的需求来。如果要纯刷狂潮的话，那么效率一点可以选骷髅法师精通，如果你要稳定追求伤害，那就选择智力，要追求稳定性的话，那么选择生命值就好了。回火呢，选择傀儡伤害和技能范围，大师强化呢，选择傀儡伤害、暴击和攻速都可以。裤子的词缀只要保证有智力生命即可了。中后期我强烈推荐你带焦狂，所以裤子是用来过渡的。回火和强化建议参考胸甲，大师强化建议最多点到4级。武器方面，建议无论单双手都是镰刀优先。剑的话，如果有好词缀也可以用，匕首和魔杖就不建议带了，因为我们主动控制傀儡的攻击，它是不看武器攻速，只看武器的点伤词缀的。而镰刀的点伤呢，比其他的武器都要高，所以傀儡的攻击会比其他武器要高一些。武器的词缀优先智力和生命，第3个攻击词缀需要看你的暴击几率来，暂接超过 35% 就可以选爆伤了，否则呢就选伤害或者易伤。如果你刷图不喜欢手动卷虚，那么就只能选伤害了。回火的话呢，选择服从攻速和傀儡伤害，大师强化的话，智力和傀儡伤害都可以。如果要带副手的话，我会推荐你带盾。带盾呢，就是为了刷的安稳，因为传奇盾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出减伤的传奇部位。太古的减伤词缀天然是 10.9% 的减伤，如果强化全部命中，那么能到接近 20%， 差不多等于一个小军帽了。另外2个词缀出暴击和生命即可，回火选择血雾相关和技能范围就好了。戒指方面就跟手套类似啊，我推荐你带攻速和暴击，然后呢生命和智力看情况来。回火选择傀儡冷却和傀儡伤害，然后大师强化也是选择傀儡技能冷却，它呢可以大幅的缩短傀儡这个技能的激活冷却，让我们刷冷却的效率提升。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琉璃啊，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